盆栽薄荷想要养得好，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浇水、修剪和光照，而是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但也正是这容易忽略的小事，只要你做到了，家里薄荷爆盆的概率翻好几倍，清香宜人大半年。重点来了，想要养好薄荷，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挑选。那么要怎么挑选呢？诀窍就是尽可能选择产于本地的薄荷盆栽。因为本土薄荷在生长过程中已经习惯了本地的气候，所以买回来就算养护上马虎一点，它也会长得很好。选得好已经成功了50%，养得也好的话，就能补足剩下的50%。所以我们要把握好阳光、水分、土壤这3个要素。可是到了具体操作的时候，到底怎么才算是把握好这3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但觉得难，是因为不太了解植物的生长习性而造成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用简短的几10秒来了解一下薄荷的习性，为爆盆打好基础。1、薄荷习性。野生薄荷最喜欢的环境是那种温暖湿润，同时又阳光充足的环境。在气温20至30摄氏度时，薄荷生长得最好。只要水分充足，薄荷就能通过蒸腾作用来维持体温，即便是接近40摄氏度的盛夏，薄荷也照样可以旺盛的生长。到了秋冬季节，天气转凉，薄荷就会放慢生长速度，通过降低叶片中的含水量来保护自己。如果气温接近0度，薄荷就会出现地上部分枯萎的现象。不过，你可不要以为薄荷枯萎就是死了。在草本植物中，薄荷是有名的耐寒植物。陆地栽培的薄荷，即便是零下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仍然可以安全越冬。那么，盆栽薄荷在家庭养护时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2、家庭养护薄荷。从花市里买回来的薄荷，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养护。朝南的窗台、窗边的桌面都是养薄荷的好地方。薄荷叶片的蒸腾作用很活跃，是水分消耗比较大的植物。在春夏秋3季，阳光充足，我们应该保持薄荷的盆土湿润。一般来说，表层土壤将干未干的时候，就可以给薄荷浇水了。如果天气炎热干燥，有时候需要天天浇水，甚至每天早晚各浇1次水，确保薄荷有充足的水分供应。很多养过薄荷的花友都遭遇过新买回来的薄荷一夜之间就打蔫的情况，不及时挽救的话，薄荷很可能就这么死掉了。对于喜水的薄荷来说，这种打蔫是很常见的状况，只要缺水的时间不长，就完全不用担心。我就有一次早上忘了给薄荷浇水，导致整盆薄荷被中午的烈日晒蔫了。通常这种情况不用担心，只要立即用大水浇透，用不了几个小时，打蔫的薄荷就又恢复成生龙活虎的样子了。想要在家养的环境里繁殖薄荷，最简单而且成功率最高的办法就是水培。掌握了正确的水培方法，我们就可以让薄荷1生2， 2生3， 3生另一盆薄荷了。3、水培薄荷。水培薄荷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找到长势良好、叶茎粗壮的，剪下上面的一节，一般是包含3至4个茎节的一段，拿个玻璃瓶或者饮料瓶插在水里，注意用剪刀将切面剪成斜面，这可以增加薄荷吸水的能力，也利于薄荷生根。第二步，在水培容器中装上2/3瓶的水，然后把薄荷的插条插入水中。注意，薄荷的茎部可以进水，但不要让叶子进入水中。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摘掉插条最下面的2片叶子。第三步，把插好薄荷插条的水培容器放在散光或避孕处养护几天。这段时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就好了。只需要3至5天，你就会看到薄荷的剪口处长出了白嫩的新根。在它们生根之前，你甚至不需要换水。插条在前期的生根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叶片萎蔫和脱落现象，这些都是正常的，这是养分供应不足导致的现象。只需要耐心的等待几天，过几天新根萌发后，一切都会好转。看到欣欣向荣的水培薄荷，你可能会问，我能让这些水培生根的薄荷小苗一直待在水培瓶里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想让水培瓶里的薄荷长得好，还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1、水培薄荷生根后要放置在光线充足且避阴的地方，通常的做法是放在窗前，等中午阳光强烈时拉上纱窗就可以了。
2. 平时换水不需要太勤，如果瓶内的积水减少，则可以适量加水，但切忌加水太满，让薄荷的水生根系稍微露出水面一点就很合适。3. 向薄荷的叶子上喷水不仅仅是为了漂亮，还能降低薄荷的水分消耗，所以平日里可以向叶子喷水来实现保湿。4. 为了促进薄荷的生长，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营养液，并不需要购买很专业的营养液，把常见的叶面肥料稀释后加入水中，就可以当做营养液使用了。如果不添加营养，薄荷会因为矿质元素不足而生长缓慢。但是请放心，即便你只用自来水，薄荷也是不会死掉的。5. 更换积水时，最好能顺便将薄荷的根系清洗一下，根系上有些黏糊糊的东西是附着的细菌，洗干净根系的薄荷会更有活力。如果水培瓶里出现了青苔，也要清洗干净，青苔也会附着在薄荷的根系上，影响根系的健康。6. 如果在水培过程中出现叶子发黑的情况，要及时将黑叶摘除。香草类的植物不用担心摘叶，反而是越摘越长势好。薄荷生长十分迅速，可以将母株进行分支处理，就是将一枝掐断后分为2枝，继续进行水培。如果你喜欢，就这样水培就好了。漂亮的瓶子，翠绿的枝条，随意摆放在桌面、窗台，看一眼都是满心的欢喜。当然，土培的薄荷长势更好，因为土壤中有着更加全面的矿质元素。当水培的薄荷根须浓密时，就可以移植在土里了。前面已经提过，薄荷对土壤要求不高，它们在原土、沙土或者混合土中都能不错的生长。很多花友常常抱怨说，为什么别人的薄荷长得很快，而我的薄荷总是一点点大不见长呢？其实要想薄荷爆盆，有个小技巧，就是每年在春天或者秋天的时候，给薄荷换一个稍大一点的盆。换盆的时候可以添加一点基肥，同时加入肥沃的营养土。薄荷的根系生长迅速，根系越发达，薄荷的叶片就长得越快。加上适当的摘心管理，薄荷就能萌发出更多的新芽，长得更加郁郁葱葱了。如果你家里冬天的最低气温也能高于15摄氏度，就可以多晒太阳，维持薄荷的生长。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温度条件，就应该顺势而为，让薄荷进入休眠。这时候的浇水量也应该适当减少，以不让土壤彻底干透为标准就好了。到了来年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薄荷就又能恢复生机勃勃的状态了。养薄荷时，让很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薄荷也是会开花的。薄荷的花语是愿与你再次相逢。那么你有没有愿意再次相逢的人呢？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薄荷养护的内容。喜欢家庭养花的话，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